医生提醒，60岁后体检，做好这4项检查就可以，不必每个检查都做。李大爷今年刚过62岁，退休后身体一直还算硬朗，平时对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关注，每隔段时间都会去体检看看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这一提到体检，李大爷就特别纠结，因为每次去体检的时候，那体检单上密密麻麻的检查项目让李大爷眼花缭乱。他想着自己年纪大了，是不是每个检查都得做呢？于是他每次都是一股脑儿的把所有项目都检查个遍。这一圈下来，不仅花费不少，而且有些检查还让他觉得特别难受。后来李大爷和一位相熟的医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事儿，医生朋友笑着告诉他，老李啊，你这可有点过度检查了。人到60岁之后，其实做好4项关键的检查就可以。不是说每次体检所有的检查都得做，那么李大爷医生朋友说的4项检查是什么？人到60岁之后，身体又会有哪些变化呢？60岁后身体有哪些变化？60岁后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明显变慢，热量消耗降低，容易发胖，尤其是腹部脂肪很容易堆积，出现大肚子，肌肉量逐渐减少，力量会减弱，导致身体活动能力下降，走路的速度变慢。上下楼梯变得吃力，搬抬东西也比较困难。骨骼方面，骨质流失加剧，容易出现骨质疏松，骨骼变得脆弱，不小心碰到或者摔倒就可能引发骨折，像髋部、脊椎等部位尤其容易受伤。心血管系统功能衰退，血管壁弹性降低，动脉粥样硬化可能加重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等指标更容易出现异常，患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，像冠心病、脑卒中这些。呼吸系统功能方面，肺活量减少了，呼吸变得没年轻时那么顺畅，稍微动一动就容易气喘吁吁。神经系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、反应速度变慢的情况，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下降，平衡感和协调能力也不如从前，视力和听力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衰退，老花眼加重，可能还会出现白内障等眼上的疾病。听力下降影响和别人说话交流，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降低，更容易的感冒、肺炎等各种疾病，而且病后的恢复时间也比年轻时更长。外观上就是皮肤变得松弛、干燥，皱纹加深，还可能出现老年斑等皮肤问题。总之就是人一旦过了60岁，身体各方面的功能都会出现明显的衰退。不过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对健康这方面也越来越重视了。很多老年人像李大爷一样有定期体检的习惯，对于各种疾病就能早发现早治疗。关于体检这方面，现在各种各样的体检项目是非常多的，要是每次体检所有项目都做的话，钱包也撑不住。所以就提醒大家，不是说每次体检所有项目都必须做，60岁之后体检重点关注这4项就可以了。2. 做好哪4项检查就可以？第1项，肿瘤相关检查。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，在老年人身上是很容易出现的，特别是60岁之后，身体的细胞也会变老，发生癌变的风险会比年轻时高很多。我们每次体检时，不是说要把身体所有的部位都筛查一遍，而是要有针对性的去检查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前列腺癌是一个要重点关注的部位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查可以筛查前列腺癌，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血液检查，通过检测血液中 PSA 的含量，可以初步判断前列腺是否存在癌变的可能。不过 PSA 升高并不一定就是说得了前列腺癌，还需要结合其他的检查，比如直肠指诊等进一步确诊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要重点关注乳腺癌和宫颈癌。乳腺癌的筛查可以选择乳腺钼靶检查，尤其是对于有家族史或者乳腺有结节等高危因素的女性，乳腺钼靶能够发现早期的乳腺肿块、钙化等病变，对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是很有帮助的。宫颈癌的筛查主要是宫颈图片和 HPV 检测，宫颈图片可以发现宫颈细胞的异常变化， HPV 检测是看是否感染了与宫颈癌相关的病毒。如果这2项检查有异常，就需要进一步做阴道镜等检查来明确诊断。这些有针对性的肿瘤筛查可以在早期发现肿瘤，从而提高治愈率。第2项，三高方面检查。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的检查是60岁后体检中必不可少的项目，这3项指标一般都叫三高。
三高与很多种慢性疾病都有一定的关联。高血压是老年人最常见的问题之一。长期的高血压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，会增加心脏、大脑、肾脏等重要器官的负担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，比如冠心病、脑卒中等。定期测量血压可以及时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，如果过高了或者过低了，看看是需要吃药还是调整生活方式。血脂检查包括胆固醇、甘油三酯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项目。高血脂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，使血管壁变厚变硬，管腔变窄，影响血液循环。60岁以上的人，由于身体代谢功能的下降，血脂异常的发生率比较高。血脂检查可以评估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血糖检查也一样，现在糖尿病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。高血糖会损害神经、血管和眼睛等部位，引发糖尿病肾病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。空腹血糖、餐后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，可以全面了解身体的血糖水平。糖化血红蛋白能够反映过去2-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，对于糖尿病的诊断和监测很重要。第三项，认知功能检查。认知功能下降，通俗点说就是老年痴呆了。这个在60岁之后是非常容易出现的，并且老年痴呆会发展的很快，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有了。生活中很多人对这方面也不太重视，很多老年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、反应迟钝等情况，可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，但也有可能是认知障碍或者早期痴呆的表现。认知功能检查，比如简易精神状态检查，就可以初步评估老人的认知功能。这个检查包括了定向力、记忆力、计算力、语言能力等多个方面。检查时，医生会问老人今天是几号、星期几，这就是考察定向力。让老人回忆几个词语，就是测试记忆力。除了简易精神状态检查，还可以进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检查，这个相对更加敏感，对于轻度认知障碍的检测效果更好。这些认知功能检查可以早期发现老人认知功能的变化，一旦发现异常，就可以及时进行治疗防。通过一些认知训练、改善生活方式等，可以延缓认知功能的进一步下降。第四项，心血管相关检查。心脏是人身体最重要的器官，年龄增长，心脏功能会逐渐衰退。60岁后的老人容易出现各种心脏问题，比如冠心病、心律失常、心肌病等。心电图检查是一种简单无创的检查方法，可以记录心脏的电活动情况。通过心电图，医生可以发现心肌缺血、心律失常等问题。当出现 ST 段改变时，可能提示心肌缺血。各种早搏、房颤等心律失常也能在心电图上明显看出来，而且心电图检查速度快，能够在体检现场就得到结果，方便医生初步判断心脏的状况。除了心电图，还有心脏超声检查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心脏的结构，像心房、心室的大小是否正常，心脏的瓣膜是否有病变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心脏瓣膜病是比较常见的，比如二尖瓣、主动脉瓣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。通过心脏超声就能直观地看到这些瓣膜的开合情况，以及血液在心脏内的流动情况。结语：很多老人在体检时看到那长长的检查项目单，总觉得每一项都很重要，都想做。但其实对于60岁后的人群来说，重点关注这4项检查，就能够对身体的主要健康风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。当然，这不是说其他的检查项目就没什么用了。如果老年人有特殊的家族病史、疾病史或者身体出现了其他症状，还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其他相关的检查。同时也要提醒广大老年朋友，健康不是光靠体检的，平时的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。良好的饮食、适量的运动、积极的心态等，都可以让身体更健康。